愛情消風了，培養平凡日子裡的浪漫。晚上9點半，孩子終於睡了，他坐在沙發一端，翻着手機，他在沙發另一端，看着運動頻道。兩人之間隔着一袋未折的乾衣服，一點也不浪漫的寂靜。突然他問，你還記得我們第一次約會吃的是什麼嗎？他愣了一下，火鍋吧。他笑了笑，不是，是壽司。對，他眼睛沒離開電視。我記得的，只是剛剛沒想起來。這對話你熟悉嗎？是不是某種你也曾演過的日常呢？當初那個讓你臉紅心跳，文字一句句存下來反覆讀的他，如今卻成了你用賴傳記得買衛生紙的同居者。別誤會，他不是變壞了，你也沒有變冷淡，只是愛情消風了。但你知道嗎？婚姻的危機很多不是爆炸式的，而是這種慢慢失溫啊。愛沒吵沒鬧的，靜悄悄的，一點一滴溜走了。而最殘酷的是，沒人發現它不見了，直到有一天，你對彼此的興趣還不如手機上的一則限動。愛情為什麼會消風？剛結婚時，你們常傳訊息說想你，常說我愛你。現在的訊息變成你晚點來接孩子，我把衣服放洗衣機了。為什麼會這樣？不是因為你們不愛對方，而是因為人會習慣一切，包括曾經的感動。你還記得剛拿到駕照時的興奮嗎？現在開車對你來說只是通勤。你還記得第一次出國的興奮嗎？現在旅行反而會讓你覺得累呀。同樣的，婚姻也會失去新鮮感，不再是驚喜，而是預期；不再是探索，而是模式。就像氣球在沒被打結前，一點點漏氣是看不見的，但時間一長，它就塌了。而婚姻裡的愛情就是這樣默默消風的，不是沒有浪漫，是你沒看見，它正在改變形式。很多人以為浪漫是什麼？燭光晚餐、驚喜禮物、海邊牽手，這些都很好啦。但那是熱戀時的浪漫，不是婚姻的浪漫。婚姻的浪漫很不一樣耶，它更潛伏、更樸實，也更深刻。比如說，他把你手機放在車上充電，不說一句話。你知道他不吃蔥，每次點餐都會特別交代。他嘴巴很毒，但你生病時默默熬粥。你嘴巴很硬，但每天提醒他記得吃降血壓藥。這些外人看起來沒有什麼，但他們就是婚姻中的微浪漫。只是當我們只用電影公式去定義浪漫，就會錯過那些藏在生活細節裡的愛。讓我告訴你一個真實的故事。志偉和新芳結婚12年，有2個孩子。他們不是什麼特別浪漫的夫妻，生活如大多數家庭，上班、顧孩子、處理3餐，週末陪長輩。有一次新芳生日，志偉沒有送花，沒有蛋糕，也沒有慶祝。新芳有點失落，但也沒說。晚上，志偉突然拿出一包塑膠袋，裡面是一個小盆栽。這是什麼？新芳問。你不是說你小時候奶奶家的陽台有這個味道嗎？我查了很久才知道，那叫夜來香。剛好看到有人賣，我就買了1株回來。那一刻，新芳哭了，不是因為她送了什麼貴重的禮物，而是因為她記得她心裡的一段風景。有些浪漫不是驚天動地啊，而是我聽見了你心裡的話。這種浪漫才真的撐起漫長婚姻的重量。如何在平凡裡種下浪漫呢？如果你期待的是每天都有花、有詩、有驚喜，那你一定會失望啊。
但如果你願意從日常裡重新發現浪漫的可能，那麼你會驚訝，浪漫從沒走遠。以下是3個生活中的浪漫種子，讓你重新為婚姻灌溉情感。1、替對方留一盞懂你的燈，小地方常深情，例如他晚歸，你幫他留一盞燈；他加班，你在冰箱留個便利貼。晚餐在這，記得熱來吃。這些不是浪漫的形式哦，卻是浪漫的訊號。我有想到你，我在等你回來。2、在對話中刻意留一點愛的空間，不要只談行程、賬單、孩子功課啊，偶爾加入一句：今天看到一張圖片，突然想起我們剛在一起的時候。那件你以前穿的外套，我還記得耶。那時你載我去夜市。這些話不多，但會喚醒那些快被生活壓力掩埋的記憶。愛情不是沒了，只是被塵封了。3、用對方的愛之語說愛。每個人感受愛的方式不一樣耶。他可能不需要甜言蜜語，但記得他不喜歡冷水洗澡，你就提前幫他開熱水器。他可能不愛收禮物，但你若願意幫忙折衣服，他就會覺得你在愛他。找出對方的接收頻道，你說的愛才會被聽見。你們還能重新談戀愛。別以為婚姻一旦步入家庭責任，就無法再談戀愛。相反的，你們現在更能談戀愛，只要你們願意重新練習浪漫，試着在日常裡留一點心思，用別人看不懂的暗號聊天，替對方準備一個老派但可愛的便條紙，偶爾說一句我還是很喜歡你現在的樣子，不用盛大，不用刻意，只要用心。你會發現，浪漫不是花多少錢，而是你願不願意再一次對這段關係感到心動。結語：愛不一定會永遠熱烈，但可以一直有溫度。當你發現愛情消風了，不代表它沒了，而是你該學會另一種方式的浪漫。電影裡的愛情像煙火，燦爛卻短暫，而婚姻裡的浪漫是燈火，小小的，持續的，卻能照亮整個家的夜晚啊！請相信，平凡的日子裡，浪漫依然可能。也許就是今晚，換一個方式說一句晚安。也許明天早餐，幫他加一顆他愛的溏心蛋。也許在週末，你們一起回憶第一次牽手的時刻。愛情可以降溫，但也能升溫啊！只要你們肯為這段關係再添一點柴火，